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頻道，我是 NC 小葉。今天這部影片呢是要跟大家講講《黑色行動7》第1季裡面的更新內容。那從這一次更新內容的體量上來看，我感覺官方是有被嚇到啊，不管是銷量上，或者是說競爭對手上面，這一次《黑色行動7》第1季的更新可以說是有史以來更新內容最多的東西。那大家也見諒一下，因為更新的內容很多，那每個又想跟大家提一下，所以就等一下都是差不多點個皮毛，告訴大家有這些更新的內容或項目。詳細的情況呢，可以去官方的這一個部落格去看。雖然是還沒有中文啦，但是大家可以用網頁 AI 翻譯什麼的，應該可以很輕鬆的去了解。等下就跟大家提一下受矚目的一些更新內容，還有細項，以及最後對這次更新的想法還有看法。好，那事不宜遲呢，馬上就進到我們的正片內容。首先呢，第一個要提的當然就是終局之戰的更新啦。終局之戰在第1季的時候會迎來4個新的世界事件。其中最受矚目的就是這個大機器人可以打，那它4個不同的事件是不會一次上，有的是在第1季上線的時候會出現，有的是季中更新的時候才出現，有的呢只是在整個季度期間，不確定的時間點會加入，對，但是就有4個新的世界事件就對了。那這邊就4個不一個一個提啊，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反正最受矚目的就這個大機器人了，而且第1季上市的時候就可以馬上玩到，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接下來呢，加到終局之戰裡面還有新的這個 Exotic Skill 的這個奇特技能，還有這個幻影的 Skill Track。那這奇特技能，我目前看官網的敘述應該是一個額外的追加技能嘛，或者說被動技能，你可以去選。那這裡是有講哦，這個奇特技能是透過完成事件，你可以去從這8個裡面隨機獲得其中一個東西，然後還可以去做升級。其中有像是武器的那個槍屁股、槍托敲人，傷害變很高，或是使用毒性蝴蝶可以殺人之類的，就是這些額外的一些技能啦。那官方是說這些奇特技能會很大程度的更改你遊玩的方式啊，不過就到時候再看了。那其他還有新的技能樹，這個幻影技能樹也會在季中的時候登場。然後再下來呢，就是這個聖誕節的更新也會一併加到這個終極之戰裡面，就有一些什麼空投補給，聖誕節主題的更新也會加到裡面啊。所以如果你主人是終局之戰的話，可以不用太擔心啊。這邊他是有說 Card Maze 也會加到裡面去。好，那終局之戰呢，先到這邊，接下來講多人的部分啦，節奏有點快啊，因為東西有點多。首先多人的部分呢，有一張新圖叫做 Utopia 烏托邦，那這是一張全新的6v6中等大小的地圖，可以看得出來是那種比較未來城的設計啊，然後是綠植啊，然後科技建築這樣子，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 layout 跟圖形，我自己是還蠻喜歡這張圖整體設計的氛圍跟感覺的。然後下面一張呢是一個叫做 Fate 命運的一張新圖，那是6v6，然後是小型的地圖，大家可以看一下 layout 是這樣，大概是比較屬於那種精神空間的圖，就之前冷戰有出過類似的紅門主題的地圖啊，這就是大砍刀主題的地圖，大家可以看一下。對，但是比起剛剛那張烏托邦，我是比較喜歡烏托邦啦，這個就要看，畢竟小圖嘛，小圖我就有點小害怕。怕他那個再生點啊，還是整個地圖的流向做得很糟糕，還是什麼？但不知道。對，但是它是一個小圖啦。Fate 這也是一張新的地圖。接下來下一張圖，奧德修斯，那這是一張正面對決地圖，就是可以打2v2，又可以打6v6，又是這種圖啊。不過大家如果想要練迷彩練爆頭的話，應該是蠻開心的啊。就這種小圖，大家可以看一下，非常狹小的長形的船艙建築。然後再下來還有一張圖是 Standoff， 那這個是重置圖 BO2 的重置圖 6v6 的中等大小地圖。我記得沒錯的話，最近一次好像是冷戰的時候也有復刻這張，對，所以大概2020年到現在5年前，對，如果沒記錯的話，對，但是這是一張回歸圖，不是新的圖哦。那以上幾張圖是第1季正式上線的時候就會出現的圖，接下來講一下季中會登場的。首先第一個是聖誕節主題的那個劫持遊輪啊，對，但是就這個主題啊，我自己是不把它看成新的圖，反正就是有節慶主題的地圖。好，然後再下一張圖，季中才會登場的這個夜景啊，亞 K 這夜景這張圖一樣是正面對決的，可以打2v2，可以打6v6，是日本霓虹城主題的這個地圖啊，大家可以看一下，目前是還沒有地圖layout，但整體的氛圍差不多是這種感覺。那再下一張圖一樣，季中會登場的是 Meltdown， 那這個如星溶解啊，這個東西也是回歸圖 Remaster 6v6 中等地圖。那這張圖哦，其實還蠻這個意外的，因為它過去從 BO2 第9代 COD 到現在第22代，過去了幾個年頭，過去了12、13。
差不多13年從來都沒有被重置進遊戲裡面，就之前任何一代都是沒有的。我印象中應該是這樣啦。對，這張圖也是一張還蠻不錯的地圖啊，但是它是 BO2 13年前的地圖，不知道放在現在遊戲裡面這個整體環境設計還 O 不 OK？ 不過這張圖是回歸圖啦，對，這次官方也有好好的講出來，這是回歸圖啦，沒有再把它當成再制圖當新圖啦，就還可以啦，就是看看玩起來如何。至少這個是13年沒有看過的地圖了。好，最後季中呢是這個 Fringe 啊，這個 BO6 就有的圖，其實基本上它跟 BO6 就是一樣，只是把 BO6 的圖再拿到 BO7 裡面給你玩，就多一張地圖給你玩了。好，那到這邊為止呢，是第一季將要加入到遊戲裡面的地圖們啊，新舊地圖們。接下來來講講將在第一季加入到遊戲裡面的遊戲模式。首先第一個是躲貓貓啊，躲貓貓，那這就不多講啊。再下來僅此一發，也是以前就有的，然後還有這個神射手。然後 Stick and Stone 這些東西都是回歸的，就是 Party Game Mode 啊，有趣的小遊戲模式。然後當然大家比較喜歡這個鋼 game 啊，軍火之王也會回歸。然後季中的時候將要加入一個新的模式，叫做 Take Over。那根據官網這邊敘述，它就是2隊要搶地圖上面隨機出現的3個點。那3個點全部搶完之後呢，這3個點是會移動變成別的地方。對，整體來說不知道好不好玩，但是我看到這個模式，我第一個想到就是有點像《戰地6》現在裡面那個障礙路線，一個好像叫堅守的一個目標模式吧，就不知道，就是它那個點是站滿了就要換下一個點的那種感覺。對，就是新的模式啊，到時候大家可以去試試看。接下來則是聖誕節的專屬限時模式。首先第一個是那個 Havoc， 這個東西之前有出現過啊，就每達到一定的擊殺數會有不一樣的加成效果或是修改器加到遊戲裡面給大家玩。然後再來就是雪球大戰，雪球大戰也將要回歸。好，那以上呢差不多是多人遊戲將要新增的模式。接下來講講連殺獎勵。首先將會有一個全新的連殺獎勵啊，叫做 Dead Eye Drone 啊。那這個東西呢，就是你可以部署一個可以操控的無人機，然後上面會有狙擊步槍。那你也可以透過超頻裡面可以變成榴彈槍之類的，是一個新的連殺獎勵，比較像是怎麼說啊 ？BO2 當時有一個叫 Dragonfire 的，也是有小機槍的無人機，那這個大概算是它的再制版吧。但是就是一個新的 Dead Eye Drone 將要加到遊戲裡面。然後分數只有575而已啊，所以其實蠻好獲得的。然後接下來是額外加到遊戲裡面的 BO6 的一些裝備，還有連殺獎勵。就如果原本大家記得的話，這些東西是要從 BO6 裡面繼承到 BO7， 但後來沒有繼承。那之後呢，官方是決定要把這些額外的戰術啊，還有致命道具要放到遊戲裡面。首先是 Shot Chuck， 就是那個電擊的戰術道具，然後還有衝擊手榴彈，然後還有熱壓手榴彈。戰地3級部分呢，則是有嗎啡注射器，然後還有戰術標定器。連殺獎勵的則是大天使發射器，然後戰鬥弓，這個死亡機器，然後無畏炮艇機 ，Green Reaper 那個4發那個火箭筒，Centurion 防空步哨，然後戰略轟炸機 Strategic Bomber， 還有戰爭機器 War Machine。這些東西呢，都會在季中的時候加到遊戲裡面，所以不是一開始是第一季季中的時候才加到遊戲裡面。但是大家記得一件事哦，就是 BO7 特有的超頻系統，在這些 BO6 移到 BO7 的繼承物品當中是沒有辦法通用的，所以大家特別記住這一點。接下來殭屍的部分呢，則是有一張新的回合制地圖啦。那包含在新的回合制地圖裡面，就是有新的主線、新的彩蛋、新的敵人，還有新的奇蹟武器啊，這些東西就很快速的略過去啊，讓大家看一下圖片就可以。除此之外呢，還有2張新的生存地圖。生存地圖就是單純給你殺殭屍用的。首先第一個是逃脫115啊，然後還有一個呢，就是季中會登場的扎亞太空發射台，在這邊有2張新的生存地圖可以給大家刷殭屍。然後一個重點就是回歸的一個特長 Mule Kick 啊，你可以帶3把主武器的那個重負羅羅，這個大概是我非常喜歡的一個東西啊，超喜歡的特長終於要回歸了。這些東西，其他一些比較細、比較雜的，像是治療彈藥模組的回歸，然後皮克斯先生的戰地升級回歸，還有新的泡泡糖，這些就不特別講了，大家可以細細去看一下，或者是等到遊戲上的時候你去體會一下。接下來就要講最傷心的Warzone的部分了，這今年比較傷心的Warzone的部分，第一季Warzone整合嘛，那之前有講過啊，就是有張新圖 Heaven's Hollow 有張新圖可以用，然後再來就是佛丹斯科將迎來2個新的 POI 興趣點的更新。差不多都這樣啦。那比較特殊要提一下的就是，預計在第一季的時候會推出一些限時模式，這個 LTN 啊，裡面是可以有跳牆跟鈎爪槍可以玩的。那平常正常模式應該是沒有，是只有這個特殊模式才有辦法去玩到鈎爪槍跟跳牆的。那如果你是主玩Warzone的話呢，到時候也可以注意一下。
最後呢，終於要講到大家最期待的就是新武器的部分啦。首先第一個是 Kogat 7啊，那它是一把衝鋒槍。官方的敘述呢是說全自動的衝鋒槍，有良好的機動性，還有非常快速的武器射速，但它的射程就比較短，而且後坐力的控制能力也比較沒有那麼好。它的巔峰配件呢會是雙持武器啊 ，MFS Koga 7 Akimbo 套件。那這個東西只要平衡沒有破壞的話，應該是還不錯啦，對。但是就蠻擔心的，就看到時候這個東西會不會真的很破壞平衡。那下面這些呢是它巔峰的一些迷彩還有樣子，大家可以看一下。再下來下一把武器呢是 Maddox RFB 啊，那這個東西如果你有玩 BO4 的話，應該會知道啊，那一代最經典的競技用槍 Maddox 要回來了。官方的敘述啊，非常的簡短啊，是說全自動的突擊步槍，有快速的射速，並且有大量的子彈彈匣容量。那它的巔峰配件呢是點放槍管13 MFS Echo Fire 槍管模組，那這東西應該跟當時 BO4 的操作員模組很像吧？不太知道，对，但是看敘述應該蠻像，就是變成兩發點放，在增加輸出火力的時候呢，會稍微損失一點後坐力控制的能力啊。那下面這張圖呢是它的巔峰的這個樣子跟迷彩。再下一這個武器呢是 Ballistic Knife 啊，這個也是回歸的武器，就是那個彈射小刀、彈道小刀啊。這東西如果你是主玩近戰的話，應該是蠻開心的，但對我來說就是一個比較玩樂性質的東西啊，比較不會用這個東西。那官方的敘述裡面呢是借由彈簧彈射的小刀，那它有非常高的近戰傷害，並且可以發射可回收的刀片。那下面這裡是它的這個巔峰迷彩的樣子，大家可以看一下。好，那以上幾把武器呢是季出的時候會登場，接下來講講季中。季中呢會有另外一把新的輕機槍，一個叫做 Soko 545。那官方的敘述裡面是說全自動的輕機槍，然後它有2種模式可以切換，一個是射速比較慢，準確度比較高；一個是射速比較快，傷害比較高，但是後坐力也變大許多，是一個有雙重模式的輕機槍。那它的巔峰配件呢是快速射擊模組 NFS 48 Dredge 點放模組。那這東西如果你有玩 BO3 應該再熟悉不過啦，它就會變成當時的48 Dredge， 就是那把超級惡爛的點射輕機槍啊。那不知道這次的這個點射輕機槍會不會超可怕，就看啦。那它變成這個點放模組會變成6點放的點放模組。那這邊有講啊，這個模組裝上去之後是會減少傷害，還有減少射程的。雖然說你的後坐力控制跟機動性會變好，但是有相對應的負值啊，就看它會不會超級破壞平衡了。那下面這邊呢是它巔峰之後的武器迷彩樣式。再下一個呢是特殊武器 NX 掠奪者，那它是十字弓。官方部落格給的解釋是說可以發射一個超高傷害的十字弓箭。那你也可以透過武器槍將系統把它改成這個爆炸箭矢，是可以去改的，就是定番的十字弓啦，大家看起來可以是這個樣子。那它的巔峰配件呢，則是 Tribal 的，就是3連裝，可以快速的射擊3發箭矢出去。那下面這裡呢是它的巔峰的這個武器迷彩。接下來倒數第2把槍是這個 Harker HX， 是一把新的狙擊步槍。這邊官方有講它是這個酸動式狙擊步槍，然後有很快的操縱性跟機動性，但是它的後坐力呢跟被打到的時候的畫面晃動會比較大，所以這把狙擊槍應該是比較偏向快速狙擊 Quick Scope 的那一類的狙擊槍。那它巔峰配件呢是一個傷害型槍管，然後是什麼東西沒講，這邊被碼掉了。但從官方給的敘述裡面呢，應該是說它這個槍管可以讓玩家做到戰術姿勢的射擊，就狙擊槍可以做戰術姿勢的射擊。那實際上效果怎麼樣就不知道，它這邊要把它碼掉，不給你看。那下面這裡是它巔峰的武器造型。好，最後一把槍呢是衝鋒槍啊，叫做 Sturmwolf 45。那官方的敘述裡面是說全自动的衝鋒槍有非常低的後坐力，並且有良好的爆頭增傷，但是呢它在操控性、機動性還有射程上面就比較糟糕一點。那它的巔峰配件呢是一個彈匣，但是沒講什麼東西，一樣是被碼掉了。那根據官網的敘述呢是說這個彈匣呢是可以給你更多的傷害輸出火力，但是後坐力也會變大。那實際上呢也是一部分被碼掉，所以不知道是什麼東西，就到時候再看。好，下面這裡呢，則是這個 Sturmwolf 45的巔峰的之後的武器造型，大家可以看一下。
接下來呢，來講講新的配件啦。首先第一個呢是 Akita 的雙持模組，沒錯，這看到這個我的頭就有點痛啊。現在一把 Akita 就有個靠腰，還給我來2把。然後根據它的名字，這裡有個 Scorch Link， 你知道嗎？這看起來感覺好像是發燃燒彈、龍息彈。雖然我看它的解釋裡面好像沒講到龍息彈，但這個名字讓我感覺到非常的具有威脅性啊。那它這裡有講啊，是有大彈容量，就是它是彈袋式的，有彈鼓彈盒嘛，這個所以是大彈容量。但同時呢，它是說會有一個過熱的機制在，對，所以不確定平衡如何啦。那這邊有講啊，是還有一些額外的傷害射程的減少，或是腰射準確度的降低，对，但是就看它之後平衡如何，看會不會秒天秒地秒全世界了。接下來下一個是通用型配件，是這個 Redwell Shade X 消音器，這個季中的時候會登場。那官方給的解釋是說，這個消音器呢是會改善垂直跟水平後坐力的同時，稍微下降一點傷害射程，但是又可以給你消音器的好處，聽起來是一個非常不錯的配件啊！到時候大家也可以去試一下。那以上講的這2個以外呢，它之後還有各式各樣的武器模組會登場啊，像什麼 M8A1 的全自動轉換套件啊 ，AK27 的那個 Battle Scar 轉換套件，或者這個手槍的步槍模組套件之類的，會慢慢的出來啊。那當然，它就是透過各式各樣的活動更新，還有之前有提過的 BO7 將像 NW3 2023一樣，有每周任務、每周配件可以去給你解鎖，所以大家就是要留意一下啦，有很多新的東西更新，可以慢慢的去玩。那當然要提一下，也不是說每一周都會給你新的武器或新的配件，有幾周會是這個季度的迷彩啦，大家稍微記得一下。但是就每周都有東西可以解，基本上應該是今年很難對於 BO7 感到無聊啦。如果你喜歡 BO7 的多人遊戲的話。好，最後呢，值得一提的就是官方這一次在第1季上線的時候呢，會把這個 Replacer 替代者啊，在黑色行動系列裡面一個經典的角色免費的送給大家，所以大家呢在第1季上線的時候也不要忘記去領一下這個 Replacer 的角色造型。好，那麼到此為止呢，差不多是黑色行動期第1季將要加入到遊戲裡面的更新內容，整體來說真的是非常的多啊。可以看得出來，這一次制作組是想傾全力挽回他們 BO6 不更新的這個臭名了。雖然我自己是覺得在地圖方面還是有那麼一點點的讓我小失望，畢竟真正意義上新的 6v6 的地圖好像只有2張而已，其他要麼是正面對決，要麼是經典回歸啊，就還是地圖方面還是讓人有稍稍的一點點的小失望。不過其他地方的東西真的是多到不像話，所以基本上應該也是沒太多時間可以去在意這些地圖琢磨這些地圖了。對，但是就還是希望啊，他們之後是地圖可以再更新的多一點，不要全部都拿這個舊的東西重置啊。當然，那種10年以上已經沒有出現在系列作裡面的經典老圖回歸，我自己還是蠻歡迎的。就不要像之前 NW2、NW3 那個時候啊，就同一張圖給我他媽連續3年重置，就真的是有點誇張了。這次那個盧星龍姐那張圖，我自己還是蠻期待的，因為畢竟10年以上沒看到了。但整體來說，我對黑色行動期第1季所要帶來的內容以及內容量，我是完全沒有任何意見，也沒有要任何抱怨的意思的。那各位在看完整體的更新內容簡介之後，不知道有什麼樣的想法，也可以在下方的留言區留言告訴我，跟大家一同討論。好了，那麼這次影片差不多就先到這邊，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吧，拜拜，拜拜。